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谈到罗小黑战绩，想必没有人会质疑他的打戏水平，但说起他的文戏，评价就各不相同了。10分满分，你会给小黑的文戏打几分呢？本期我将带大家仔细看看苍南开会这段，在我看来他的精彩程度完全不输打戏，可能你们已经看了非常多解析，但请相信我，我一定能带你们再多看10块钱的。第一个镜头，这株花从叶片、花瓣、花蕊的描绘细节来看是虞美人，而这里之所以选择虞美人作为林瑶的轻抚对象，我个人觉得不是，或者说不只是因为虞美人容易被误认为罂粟，还因为它在意象上与战争高度相关。在一些国家有着佩戴虞美人纪念战争中牺牲将士的传统。了解到这一点后，再来看这个镜头，刚从流石会馆回来的林瑶抚着这样一株花，笑着仿佛在欣赏的样子就很耐人寻味了。再联想到他对牺牲的态度，以及这株花的颜色搭配，甚至会让人有些毛骨悚然。林瑶这个角色的复杂与恐怖程度，在他第一个正式登场亮相的镜头里就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这里林瑶之所以会突然回头，是因为听到了脚步声。无限，你来啦。林瑶，好久不见。无限、小黑、陆野走近，仔细看3个人的步调也有差异。无限打头，师姐落后半步出于尊重，小黑落后半步出于腿短，小猫表情呆呆的，完全不认识来人是谁。你还好意思说？无限把小黑藏得很严实，2年了，谁都知道无限收了个新徒弟，但谁都没见过。小黑害羞但礼貌，2年的社会化训练卓有成效，不再是以前那个遇到生人只会缩到无限身后的小猫了。好，乖，都等你呢，快走吧。枕石漱流，意思是以山石为枕，以溪流漱口，形容高洁之士的隐居生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小黑里其实很少出现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即便是故事背景定在古代的兰溪镇，其中的书信牌匾也都是从左到右书写的。记得当初还有读者评论说这样看很不习惯来着，但也一直没改过。这里一反常态，从右到左书写，为的就是让观众能一眼捕捉到藏在其中的流石2字。镜头转到雨滴身上，背景里的蝉鸣鸟叫声反而更大了，仔细听还有水流声。因为这间会议室是半开放空间，外面就是一片园林，园林中心横卧着一棵巨大的松树，所以你说这场会议大松它不在吗？它在，这棵横卧着的巨大松树就是彼时轰然倒下的大松。镜一闭目，前景里的迟年抱胸轻敲手臂，从后方的香炉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等了将近1炷香的时间，有些烦躁不耐在所难免。上期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朋友表示可能长老们不是纯等，而是提前开了个小会也有可能，但是从后面正式会议的表现来看，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像提前讨论过的状态，你们觉得呢？这个角度把哪吒标志性的啾啾藏了起来，老观众能一眼认出他是谁，但新观众目前还无从得知。席木落子，边上的香灰随之落下，搭配着背景里的古琴声，强化了这粒香灰的重量，砸在香炉里4分5裂。黑子与白子位列同一侧，说明西木子并不是在对弈，而是在打谱。他所复刻的棋局正是柯洁与阿尔法狗的经典对局。这个设计既是彩蛋也是线索，指向的就是会馆高层对人类科技的高度关注。听到脚步声，西木回头还了一下。西木子是黄仁基老师配的，太合适了。当初看预告最惊艳我的就是他。这里还有一个幕后小趣事，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迟年的配音演员傅晨阳老师也试过西木子。很简单，死几百个执行者，或者死一个哪吒就可以了。要不说声优都是怪物呢，在听到这句之前根本想象不到迟年怎么发出西木子的声音。西木子在兰溪镇就登场了，本体是狐狸，但也可以是眼镜。漫画里他戴着金丝边，电影里换成了黑框，少了一丝风流，添了一些书生气。4条眉毛的设计，从功能上看是为了让表情更耐人寻味一些，从瞎边上说的话就是好多的老君的眉毛。
这个镜头我想带大家重点看看椅子，雨迪坐的是太师椅，凸显了他在会馆中的地位，其余的是官帽椅。官帽椅有2种样式，这里也都画出来了。中间的这4把椅子，椅背把手有明显出头，符合北官帽椅的特征。边上的椅子，椅背把手没有明显出头，更偏向于南官帽椅。能考虑到这2种样式区分真的很细致了，因为这2种官帽椅适配的场景也略有不同。北官帽椅4出头有4出头之意，更官场一些，摆放在中堂用作议事正席正合适。南官帽椅又称文椅，更适配于茶室书房，这里放在一旁供焚香对弈也很对。而给无限路野准备的椅子是从一旁拉过来的南官，这说明会馆常规事务基本是由这5位长老处理的，连常驻参南的哪吒都很少有参会，所以会议室里才没有多余的北官。还有一点叠个假签，8成是我的过度解读，就是这里安排无限路野做南官，隐含了这个会议的结局，因为南官贸易还有难出头之意，从一开始便暗示了无限路野很难通过这一场会议解决所面临的困境。说完椅子，再说个有意思的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无限一行人是从哪边走进会议室的呢？我之所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发现这里金门3人进门的步伐节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小黑无限进门的时候脚步齐平，路也稍稍落后了几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呢？为的就是和他们从左边走过来的路线对上，因为只有让小黑处在内圈，路也走在外圈，腿短的小黑才能赶上无限，超过路也。也因为从左边走过来，带路的灵妖才会走在左前方，而后自然的坐在左侧的位置。无限进门时才会第一时间被西木注意到。镜头虽然没有直接呈现他们从哪边走进来，但仍旧考虑到了对应的细节，设计的可以说是非常细致周到了。各位长老，无限大人，无限馆长。无限进门后，与敌口头招呼，西木长老收扇起身迎接，尊称无限为大人。在一众长老中，西木是最早跟随老君的，一路见证了会馆从最开始的客栈发展成现在的妖灵会馆。他十分清楚在会馆成立之初无限做了哪些贡献，所以他给足了无限的尊重。迟年冷哼转身，把对无限的不爽全写在脸上了。静一一动不动，完全不理会无限。其实静一这个反应可解读的空间很大，但很多观众可能受那句静一发现开会闭着眼睛很舒服的梗影响，忽略了这个角色身上藏着的线索。静一的静或者说是不作为，其实暗藏了他的立场。什么立场呢？主战。可能有人会说，他不是说了相信不是无限干的吗？但问题就在于，相信无限等于反对开仗吗？静一无视无限的问号，说明两人并不熟悉，而北域一仗，静一见识过无限的战力，所以他对无限的信任只能是综合了整场会议信息得出的，而且仅限于相信屠杀流石不是无限干的这件事，而不是相信无限这个人，不然以他的性子，他压根就不会来参加这场会议。那连小黑开完会都能看出是会馆里的人要陷害无限，静一能看不出来吗？很可能就是因为看出来了，所以才选择不再参与此事。那这就很微妙了，相信不是无限干的，但不对无限被诬陷的处境做任何干预。为什么？因为他并不反对这场有可能爆发的战争。通过这场会议，他看到了不管是明面上还是背地里都有人在点火，他的无视等于默许。他可能并不是人妖共存坚实的守护者，因为真正向往和平的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掐灭战争的火苗。我们能在无限、路野、西木与敌身上看到所有对应的行动，但静一我们看不到。可能有人会说，静一不阻止就一定代表着他支持吗？不可以是他不 care 吗？如果静一不是长老，那当然有可能就是纯粹的不 care， 比如天心。但静一是长老，身处高位，弃权便是立场的体现，沉默亦是态度的彰显，所以他不可能是不 care。而且静一在2里登场，对剧情的发展是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的，可以说删了这个角色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露这个脸呢？以主创们一贯的草蛇灰线，我个人认为静一的此番登场，其作用很可能跟兰溪镇里灵妖登场的作用差不多。但我并不是说静一在未来的剧情里一定是反派的意思，虽然我很期待，但仔细想想，如果这样展开的话，2的剧情就如出一辙了。所以大概率静一不会走反派的塑造，具体是啥5年后再看吧。总之很期待静一长老在3大显身手。
这段落座戏也非常有设计，每一个角色都不是简单的坐下，所有的动作都紧贴着人物塑造。比如无限，他是个有礼有节的人，所以面对灵瑶的指引，他先是搭上椅背，对灵瑶点头示意，然后从座位的左侧入座，双手扶着把手坐下，落座后双手呈空拳转，稳稳地放在大腿上。而迟年，他走过来时紧握双拳，入座时右手放在大腿上撑着，左手垂于身前，躬身坐下，直勾勾地盯着无限，带着强烈的审视与压迫感。落座后靠着椅背，左手放在把手上，继续紧盯无限，这些都是他对无限敌意、防备、不信任的具象化表现。灵瑶落座时双手扶着双膝，这符合他老人的形象设计。西木落座前回头看了一眼椅子，落座后继续摇扇，始终保持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聪明如鹿也，一定在会馆调遣感知者前往流时，唯独留下他开会，还把并不常来总管的无限也请来时，就意识到这是一场鸿门宴，所以自打进门后他就没有搭理过任何人。会馆给他备好了座，他也不坐，走到无限身边站定后就一直保持着抱胸的防御性姿态。小黑也没有坐，因为他没有坐。会馆可能也没想到无限会把小黑带来，所以就没给他准备椅子。不过灵瑶立刻招呼来了他座位旁的小凳子，把小黑翘了起来，还送上了蛋黄酥。面对小黑的疑惑，灵瑶随即点了点头，由此启动了小黑体内谁给好吃的谁就是好人的程序。到底是什么任务？无限问话的时候，雨滴在喝茶，所以迟年抢先一步反问：你不知道？比起迟年质问的姿态，雨滴的语气与措辞都更柔和些，偏向于询问，甚至可以说是提醒。你知道流石会馆出事了吗？一个题外话，这里把雨滴的法令纹看成眼睛也毫不违和。迟年不相信无限不知道，所以雨滴的这番解释在他听来完全是废话，非常不耐烦。馆长大松也死了。听到馆长大松的死讯，无限微微蹙眉，鹿野的反应更大些，除了表情变化外，还哼出了声，身体微微前倾，下意识捏紧了手臂，不让自己失态。大松，他挺强的呀。现场有各种枪械的痕迹，动手的是人类。在雨滴说到动手的人是人类时，迟年敲击把手的力度明显加大了，一方面是在给这句话划重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迟年此时的情绪变化。人类？以流石的实力，连预警都没有。注意看这里，鹿野的眼珠子向下转动，说明他在思考雨滴话语的真实性。随后他眨了一下眼，看回了雨滴，明显是对雨滴的话有所怀疑。无限也把茶放回了桌上，现在这茶是彻底喝不了了。这是现场留下的弹头，顶端处镶嵌了若木。若木乃是南海上古空间内生长的神木，除了早年有少量被切割外流，人类应该就是根据外流的这部分若木研究出了若木子弹。很难说外流是意外还是也有妖精配合。流石会馆里保管的便是全部了。这里还有一个词值得说到，保管。之前有些观众不能理解为什么大松面对入侵没有第一时间组织小妖精们反击，一部分原因就在这儿。流石与若木的关系是保管，并非守护。在妖精的视角里，若木是没有危害的，所以基于这样的认知，负责保管若木的流石自然就不是戒备森严、拥有高超战力的状态。而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目睹了流石的大家因何而死，所以会下意识的认为他们就是负责守卫若木，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负责保管。流石的所有妖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何而死，所以你才会亲自出手吧？这几个镜头，闭眼的闭眼，遮眼的遮眼，你看不清任何一个人的眼睛，也就无从揣度他们对迟年这句话作何感想。你看小黑他睁大眼睛就很好懂了，他没听懂。现场临测的痕迹全都指向你。我？原来是这样。池长老背后是阿邦老师的彩蛋，边上的银联写着庭有余弦，竹露松风娇雨，下联在雨滴背后的柱子上写着家无常物，茶烟情韵书生。你再看看这个，
一个小设计，无限手接平板的动作和小黑嘴塞蛋黄酥的节奏对上了。有意思吧？人类的破玩意儿还真能起点作用。师傅，平板里是接力荒 cos 的无限，一身夜行衣，扎着高马尾。考虑到电影院光线不佳，以及新观众可能看不出来等各种原因，这里安排了小黑喊了一声师傅作为提示。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简单的说，分会馆被灭，有大批针对妖精的武器失窃，嫌疑人是我。小黑的眼神紧跟着平板，无限放下，他也跟着低头。师傅开口，他就去盯师傅了。鹿也紧盯着平板，可能此时他已经在脑子里过都有谁有这种能力了。这师徒俩都跟当过会馆 HR 一样，无限不必多说，会馆能成刚开始就是靠他当猎头。鹿也了解每一个妖的底细，谁有什么能力，谁的灵长什么样，他心里就跟存了档案似的，非常清楚。对，所以我们召你回来，你来了就还有余地。雨滴这里强调我们，强调余地，就是想稀释迟年刚刚对无限的针对，但迟年更急了。还有什么余地？你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可以伪造的，何况无限没有动机。我做预告解析的时候就猜灵瑶是反派，所以从他登场我就非常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但前面他又是当前台，又是端坐倒水递吃的，太低调了。直到这句台词出来，我才有点感觉我可能是猜对了，因为这句话简直是一池好几鸟。他既给自己安了一个好人身份，又给明显落入下风的迟年一个开启新回合的机会，还将大家的注意力从证据转移到动机上，因为他最清楚假的证据再真也迟早被证伪，但抽象的动机是很难验明的。一旦怀疑的种子被种下，他这位专业的花匠有的是手段让他生根发芽，而迟年简直就是一片沃土。不然怎样？会有妖精做这种事吗？带人类来消灭妖精，比大松强的家伙有几个？你能想出谁？这里每个人都比大松强。那我们又有什么动机？如果馆长不敢处置他，那就公开吧，让所有妖精都参与审判。胡闹！那你敢吗？如果这次行动是为了挑拨，我的确合适。限制我的行动，会馆必须付出相当的战力，等于一起被限制了。如果我没有猜错，哪吒大人就是专门为我来的吧？无限这里的应对很有智慧，他没有掉入自证陷阱去论证自己没有动机，而是将整件事定义为挑拨，一个针对会馆的局，并且直接说到了会馆的痛处，战力。这点结合兰溪镇的信息看会更明显些。现在的会馆名义上有5位神，但实际上只有 1.5， 过了30年无限应该恢复了一点，折中算个 1.8 吧。虽然这个信息在场的人里只有哪吒和无限2个人知道，但雨迪和西木是有所察觉的，所以西木一下子就警惕了起来。你觉得如何破局？小黑也看了过去，这场会议虽然小黑的台词不多，但小黑该有的动作描绘一点都没有少。前期小黑除了哪吒谁都不认识，处在一个大人说话小孩嚼的状态，但自从迟年开始炮轰无限，小黑就切换成了戒备状态，默默观察所有人。而当无限点明了这是一个针对他的局之后，小黑直接进入了防御状态，拉着无限的袖子不放。小黑一直都是一只聪明而且敏感的小猫，这一点无限非常清楚，所以他立马去拉小黑的手，安抚他。不管怎么说，无限，你现在是嫌疑人，希望你能配合。好，怎么配合？还用问吗？带上左灵家去冰云城等候审判。冰云城在落竹的番外里有具体介绍，犯事的妖精会被关押到冰云城，有心灵感知考察组为他们评级，评级为安全就会被释放。会馆还会为他们准备联络工具与生活资金，如果他们愿意也依然有机会成为执行者。目前虽然没有详细的冰云城设定图释出，但我们依然能通过21年的霜降节气图窥见一二，城里的条件看着非常不错，大落地窗、单间、有网，
从 TV40集片尾来看，虚怀应该还是被关着的，天虎倒是自由了。如果节气图不全是义父线的话，那么虚怀最终也是重获自由了的。至于原因，有可能是他自己想开了，危险等级下降，也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给了他一个释怀的契机。我倾向于是后者。虚怀在我看来一直都是一个蛮重要的线索角色，而且还没有用完，期待后面的故事他还能登场。池长老，你一直这么着急，我倒是更怀疑你啊。什么？对池年敢怒不敢言的小猫看到敢怒敢言的师姐，瞬间肃然起敬。如果这一切真是他做的，需要使用若木武器伙同人类，是怕你们不知道若木的用途，还是你们忘了他有多强？如果这一切不是他做的，那么现在会馆不但遗失了若木，失去了线索，还要抑制他的灵力，那谁来保证他的安全？对方的目标是无限还是会馆？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任？陆爷，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你想来试试我的资格吗？很好。10年，陆爷，好好说话。这里雨迪喊池年和陆野的语气不同，毕竟别人家小孩的家长也在场，没有开口说话，他也不好凶人家，只能凶自己家孩子了。在自身不受限的情况下，我会尽量配合。不受限？笑话！会馆有这种规矩吗？池年这里已经被小黑标记成了坏人，这让我想起当初小荣老师画的金门土门交换师傅的义父线，陆野小黑和池年打得不可开交，特别有意思。什么时候需要照顾疑犯的感受了？把这么强的人留在会馆，谁能放心？再次用捏手臂的肢体动作具象化师姐此时的情绪，因为不管怎么说，无限此刻的确就是嫌疑犯，池年的话很难反驳。场面再度陷入焦灼，仔细看这个镜头和前面虽然画面一样，但镜头的推拉方式不同，传递的情绪与信息也就不同。前面陆野分析不利的局势时，镜头持续推向无限，通过不断压缩空间，放大压迫感，强化紧张的氛围。而此刻镜头缓缓拉开，形成视觉上的抽离，暗示事态即将迎来终结，同时背景中的按键声也越来越大。镜头定格时，音效也随之停止，配合哪吒落地的镜头，共同营造出了尘埃落地的感觉。而如果大家再回看这段，可以留意一下背景音，整段开会戏，哪吒的按键声是一直没停过的。他看似在专注打游戏，实则时刻关注着会议进程。这个按键音就是他存在感的体现。我很喜欢哪吒100的这个小设计，齿状的下摆一方面彰显了小祖宗的潮流与不羁，另一方面仔细看又有点像莲花花瓣。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下摆的时候，联想到的就是03哪吒腰间一圈莲花，异曲同工。那就去我那儿待着吧。哪吒话音刚落，全场目光向他看齐，雨迪转头看他，原本盯着池年的西木、小黑和陆野也都转头看向他。西木虽然是眯着眼，但拉近看依然能看到他眨了一下眼睛。小黑微微张嘴表示惊讶，同样惊讶的还有林瑶。原本紧闭双眼的无限也睁开了眼睛，眼里同样有些许惊讶，不过他很快就接受了。池年怒完这边怒那边，但哪吒的一击差点把他眼珠子打飞，这一击也把两个老头给看呆了。池年敢怒不敢言，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哪吒可以拍。从这点也能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是比较近的。关博也曾介绍过，池年很小的时候哪吒就是神，所以看他完全是祖辈的印象。池年很尊敬哪吒，哪吒也很喜欢调侃他。林瑶撑着膝盖站了起来，时刻记着自己此刻的人设。陆野依然不爽池年，边转身边冷哼。无限，你不得与任何人接触。没这必要吧？林瑶冷不丁又给自己加了张好人牌，看似在为无限说话，但同样的雨滴一瞪他又不说话了。他边上这张枸杞猴子的图，一方面可能是制作组在玩猴子骑狗表情包的梗，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剧情线索。图里的猴子指的是人类，骑在猴子身上的狗则是林瑶。这幅图指向的就是林瑶利用人类这条线，而且目前关于林瑶原型的信息还没有透露，这张图有可能也包含着这一层线索吧。那你就先跟着师姐。我不要，我要跟着师傅。师傅不会有事，我怕有人会对师姐不利，你要保护好她。
我把他交给你了。去，照顾好他，不要轻举妄动。管好你自己吧。好。无限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不听情绪，只听本意。陆野这句话带着点不客气，但无限知道这是关心，所以应下。隐衡山基地面对迟年也是如此，这是他400年人类史观赋予他的智慧。当初有刷到一个老师对于无限关于回应这件事的分析，写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暂停着看一下。我特别喜欢这段关于火的比喻，非常非常妙。师傅，苍南开会这段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如果现在再让大家为小黑的文戏打分，分数会有变化吗？我一直都觉得小黑的文戏是被低估了的。开会这段就是最好的证明，台词交代背景信息非常高效，没有一句废话。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靠说靠介绍，而是靠肢体靠神态靠演出来呈现。做到这些真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但这些细微之处的功夫又很难带来直接的感官刺激，在观影过程中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希望我的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大家重新看到这些。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喜欢的朋友别忘了一键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